是摩里西斯最大海港，位在西北海岸的港口，不仅是首都，也是全国经济中心。陆域港面积42.7平方公里，只有台北市的1/6，却是非洲地区仅次于南非约翰尼斯堡的第2大金融中心。议会大厦、市政厅都坐落于市内。之所以是摩里西斯的经济重心，除了是全国进出口货物的唯一门户，因为地处印度洋的航运要冲，是亚洲货物销往非洲的中转站。台湾船也远渡重洋，来者淘金。我们摩里西斯在那个长船啊，那个就是那个长旗尾，然后出去差不多载个20天，然后就进来卸，出去进来卸，这是每年都这样，有半年的时间。台湾和摩里西斯相隔近9000公里远，因为陆域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控制着印度洋西端门户，是捕捞渔获的转运港。对台湾来说，也是远洋渔业最重要的基地。这里是驾驶台啊，我们每天要工作，要出来当班的地方。7月的捕捞淡季，恰巧被我们碰上来自高雄的运补船，正好停在陆域港卸鱼补给。船上的老大哥是李船长，15年前到摩里西斯跑船，能说印度洋，他熟得很。他这里往东跑1天多就出领海，那边就可以作业了，然后往南跑也是2天就可以出去，就可以出他们领海就可以作业了，就方便了。然后到出领海那边作业到渔满了，他们要是没有像我们动船到，他们自己就可以开进来卸。负责运载台湾渔船在摩里西斯周遭海域捕捞的渔获，尽管船在印度洋上，信仰还是得跟着漂洋过海。这个是钟馗跟那个三太子了，因为我们去年都是拜那个妈祖了，现在妈祖要休息了，换钟馗大帝来。你上面是要票吗？伊就跟你宝贝讲，前面去山顶休困，我不在海上嘛。想要回台湾休息。讨海人的寄托，拜拜求神明保佑航行顺利，只特别出现在台湾船上。但除了习俗，在非洲岛国的步调，就连在海上也很不习惯。当然，摩里西斯他们那个步调太慢了，他们工作什么要我们卸货什么步调太慢。有时候他们卸货，我都叫我们船员自己去卸，比他们当地的还快。因为他这里就是，反正他是我8点上班，5点下班，我都熬慢慢做到下班拖时间，他们是这样子，动作很慢。然后3点还有一个下午茶还是什么。对李船长来说，有的是方法解决。毕竟30岁就开始跑船，会入行是因为陆地上投资不如意，才转而当船员。超过30年的漂泊经历，就算在摩里西斯港口严格照规矩来的惯例，他也能有一套生存之道。阿蛋那个三把书啦，阿蛋谁开始旺？阿蛋开始旺，伊10多让不拉巴旺。香烟这里很贵啊，他就想，有时候我们那个是免税的比较便宜了，然后我们多出来，有时候拿一包香烟给他20几块，他这里一包卖300块，他们说哇，给我一个300块那么好，然后这里会比较亲切一点。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发展远洋渔业，上千艘渔船横扫3大洋。台湾在公海上抓的渔获产值每年超过70万公吨以上，被联合国公认是全球6大公海渔捞国之一。而在摩里西斯最多的鱼种是长鳍尾，主要加工做成罐头卖到欧美。好一点的品种像大木尾，转卖日本做生鱼片，80%几乎都是外销。因为摩里西斯算是我们指定卸渔港口里面船只数最多的。那目前在印度洋这边注意的船只大概有台湾船只大概有200多艘，那每年进来的艘次大概有数百艘次这样子，400-500艘次应该是有。
法国17世纪把摩里西斯当作欧洲到远东的主要补给港，地缘位置上也是非洲联盟、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大英国协这些国际组织成员，所以台湾船捕捞的货也能直接就地卖出，进入欧洲市场。庞大的渔获流通，台湾渔业署甚至派驻专员协助台湾船家当沟通桥梁。我们的角色就是渔船或者是运搬船进港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去在现场看他们卸鱼的作业，对，那去核对数量、鱼种等等之类的，看是不是符合他们跟渔业署去申报的相关的要求，这样子。在各洋区有捕捞鱼种的规定，只要渔船进港就得审核渔获配额数，有时候还得处理棘手的禁忌船物。上次颁布的船，它离摩里西斯比较近，所以摩里西斯这边的政府他会派那个定翼机，就飞机或者是像直升机啊，或者是海巡船之类去出海去搜寻。我们是主要是做联系的动作，这样。那联系的动作就是包括像是摩里西斯的政府，还有那艘船的一些代理商。台湾渔业野心勃勃地在全世界开疆辟土，占总体渔业产值44%的远洋船务，版图在印度洋上持续发挥捕捞实力。